这间房看着像是女孩子住的。这是妾身小憩的地方，公子若是不满意，可以再换一间。此处很好，多谢武堂姐姐，还请姐姐告诉祖师，我已经抵达京城。除此之外，公子没有要妾身做的了。没有了。原来公子身边还躲着一只狐狸精，难怪。祖师等待公子许久了，他老人家吩咐我们，但凡遇到公子，便让公子去见他。我要去哪里见祖师？太学院。太学院不是世子求学之处吗？祖师为何会在那儿？祖师的另一重身份可是延康国的国子大祭酒，掌管太学院。太学士子虽有天子门生的尊称，但实际上都是祖师的门生。这么重要的官职，延康竟敢交给我叫祖师？祖师游戏人间，早在先帝时期便已是名动天下的世外高人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曾向他老人家问道求教，也是国师亲自请祖师出山，做太学院的国子大祭酒。我该怎么进入太学院呢？祖师的意思是，公子还需通过一些考验。什么考验？考入太学院，成为太学士子。以往即便是太学院破格录取的小学士子，最低也是5曜星。少教主尚在灵胎境，只怕……距离大考尚有3日，他还有3天时间。也还好啊，就那样。火药乃荧惑之精，水药乃晨星之源，金药乃太白之明，木药乃岁星之灵，土药乃振兴之秀。5药即5行，终于算出了5药神藏的位置。真不错。是啊，是啊。不拘伤于只绝功，五音叠奏亦无穷。好厉害的音律之法！我若能学会，或许就能增强神魔禅3音的威力，打开5药神藏。原来除了弹，还有这么多种指法。雷音8式第2式，弹指惊雷琵琶手。公子竟然用禅宗拳法来弹琴。姐妹们，公子弹奏的是我叫天魔霓裳曲，咱们可不能被他比下去。痛快！
助他三阴合流。火药心里好像藏着一个神。公子着火了！公子这是激发了五药神藏的火药力量。我自封神藏，只以五药修为试探公子的元气而已，没想到和他的差距竟如此大。我需要调理气息，辛苦姐姐帮我取药材，我来炼药。对了，你是不是练武时有过一次岔气？公子如何知道的？我岔气之后，甚至赤龙失衡。我郑飞你是察觉到的。小问题，我也为你开一副药，服药之后调理内气，可断病根。没想到公子还精通妇科，我们都有些小毛病，帮忙看看吧。公子为先，等他调理好再说。现在来为大家诊治。试试吧。这不是宫中的萧太医吗？对了，放牛的也在花巷，我顺路去看看。花巷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？听雨阁中来了位神医，2个时辰前，四王府的老夫人讨了药方回去，吃了一副，顽疾就好了。放牛的，给你药方。公子，我们医兽没有灵胎和神草，能治吗？你可以修习造化灵功，用灵功化形变出一个灵胎。连狐狸都能治，
真是花象神医。原来花象神医就是放牛的，还以为他来游玩，没想到是来当医师的。花象神医，恐怕是江湖郎中招摇撞骗。你开的都是最低贱的药，岂能成效？药不论贵贱，花巷中的女子都不是贵人，没有多少钱财。那你看我有什么病？老先生，你病得不轻。骗子，还敢在老夫面前？你是药师，你身上有万种药味，可见你常年与药物打交道。但你的药术不精，没有将药中的毒调理好，而今体内已经积累了100种毒性，救不得了。那你说我还有多少寿命？你若是不动怒气的话，可以多活几年；若是动怒，毒气攻心，便只有10天。倘若我10天不死呢？你是说我现在就死？我若是不死，便让你死！萧太医暴毙而亡了。这个神医似乎有点不一般。公子，不能再诊治了，明日便是开院大考。我也并非是单纯治病啊，药师爷爷教给我无数药力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检验，而今才1天，我便检验了1000种药力。对了，太学院在哪里？太学院就在城中玉山上，九龙山脉的龙气让整座山都变成了美玉，就像是9条龙共同衔着的龙珠。公子一看便知。将太学院建在此处，是要用龙气助世子们修炼吗？严康国好大的手笔！这次大考第一肯定是我的。第一肯定是我的。哎，秦兄弟，这边，魏英雄，秦兄弟，走。他和我一样来自江陵。主簿大人，写江陵。啊。录影在此，不可胡乱更改。6合境以上的大学士子上山，灵太境及5药境的小学士子随我来。为何一定要改成江陵？我听说赶考的江陵士子都遭到袭击，没多少活下来。太学院要安抚人心，定会在大考上给江陵士子一些便利。毕竟国师出身江陵，也算维护国师的脸面。借过，借过。不好意思啊。
每年太学院会给出10个名额，破格录取小学士子。这便是诸位的第1关考试。这便是诸位的第1关考试。规则很简单，上去的过关，上不去的回家。我来。嘿，出局，下一个。这崖壁根本无法落脚。既如此，施法飞上去便是。魏庸兄，他是谁？京城秦家的小公子秦玉，他父亲是天策上将秦简，兄长是中武将军秦飞跃。看来那个秦将军从玄冰里取出了龙珠和断剑。因为你也姓秦，不少人还猜你也是秦家的世子。我虽不会飞行，但我能把自己吊上去。秦兄弟，我拉你上来。不用。战气流派的刀法，厉害！秦牧善战，魏庸聪慧。秦世子战绩精湛，不知这刀法师承哪派宗门？无门无派，这是我家屠爷爷自创的杀猪刀法。好一把杀猪刀！秦世子对我的佩剑颇为留意，莫非也精通剑道？看着有点眼熟。你不可能见过，因为它来自一处神秘所在，200年无人领略过此剑风采。10人一组上前，使出你们最强的招式，对战神奇虚影。每组剩1人，这人便算过关。咱们兄弟俩可别分在一组，下一关见。厉害！元气刻画神奇，而道人至少是天人境，还需同时应付这9个世子。考核开始。使者存一，我赢了。其他人都在合力对抗神奇虚影的攻击，唯独他向其他人下手，邪性，实在邪性。你过关了。
这邪性少年把其他人都带坏了。过关！过关！大家都这么厉害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承认了。不能让那少年祸害太学院，希望后续考核能将他刷下来。这一关考验心性。奇怪，倘若这位少年真如评语所写的那般邪性，又如何能在我的禅云下支撑这么久？秦墨，赤子之心不为外物所动。这个利州府的秦牧怎么回事？说他邪性，又说赤子之心，这些家伙胡乱写评语。老师，外面剩下14人，但10个录取名额里，江陵已经内定了3个名额。此前京城秦家传信说，小公子秦玉想要进入太学院。还有骠骑大将军、泰山王等6家也想。权贵不能轻易得罪，这4人没有背景，便只好委屈他们了。那是燕山府墓的亲戚，旁边是宇都福音的表亲，这个倒没听说过，好像叫司云香。你姓司？我有个亲人也姓司。云香对秦世子很是钦佩，希望能一起考入太学院。江陵来的世子出列。江陵受难，死伤惨重，3位世子无需再考，可直接前往太学殿面圣。秦兄弟，不得喧哗，其余世子稍后，考核马上开始。齐世子，也就是说，只剩下7个录取名额了。真是奇葩呀！各位世子，我乃太学院监丞凌云，这一关由我来考验你们炼气成丝的本事。太学院纯阳殿传授的是炼气之道，其中凌云道人更是以修为精深、炼气纯阳闻名。以云香的本事，恐怕……公平起见，我会自封神藏，只保留5曜境界，而你们只需坚持3招，3招不败便算过关。
每个剑匣中藏有木剑36口，你们随意取用，而我用这1口木剑足矣。他控剑的元气丝，细如仙毫，却有万钧之力，单凭元气很难获胜。若想通关，还得靠剑法。丁山世子上前。丁贺世子，这2位世子所用招式相同，似是延康国各地小学世子必修的剑法。剑法虽然精妙，但相同的招数只要被破解1次，就能被破解1000万次。真有人能接住他3招？秦玉世子，请上前。你虽是秦家的人，但我不会留手，尽管施展你最强的本事吧。我能否使用此剑应战？此剑再不凡，却已折断锋芒，恐怕不比木剑趁手。我用这1口断剑足矣。秦玉的剑法里竟然有真龙之势，他肯定见过真龙，参悟出了真龙剑法。他是秦飞跃的弟弟，难道是永江龙宫里的那条幼龙被秦飞跃带回延康救活了？不愧是秦家公子，3招已过，你通关了。好厉害！虽然只有3招，却以攻防交换无数回。确实精彩。但之前2场考验时，凌云道人都是以浑然强劲的炼气之道全力之敌，面对修为更强的秦韵时，反而实力更轻。有猫腻。秦牧世子，秦世子，千万小心。他好像很关心我，又跟婆婆一样姓司，难道她是？是我想多了，婆婆从不害羞。又一位秦世子。对，我姓秦。唉，可惜你的秦，不是京城秦家的秦。老师，能不能用2个剑匣？规则并未限制取用木剑的数量，但2个剑匣共72口剑，操纵难度只会更高，切莫勉强。你连炼气成丝都没学过？我比较笨，您请。无妨，你尽管出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凶魂的元气？
凌云，还不赶快起来！臣御前失仪，请陛下降罪。陛下，凌云多半是轻敌了。不过这位与他比试的小学士子确实本事了得，72口木剑精准击中同一部位，竟以木剑之盾攻破了凌云的护体罡气，令他负伤。大祭酒，看来小学士子的比试比这大学士子的还要热闹。朕倒想看看谁有这等本事。秦世子一招挑剑时，竟将凌云道人直接挑飞了。秦世子，果然厉害。大考暂停。秦世子，惊扰圣驾，定有重罚。陛下传你来太学殿问话。这些都是延康国的文武大臣。祖师妃介在，这衣裳衬得她真像个公主。这就是延康国当今的皇帝，好像是叫延丰帝。秦飞月、顾里暖，他不会还想把邵伯剑抢回去吧？你就是击飞奸城的小学士子，你来自哪里？启禀陛下，秦穆世子拿的是利州府路也。陛下容禀，此人乃是大陛下。实不相瞒，我来自大虚。陛下，他不只是大虚器民，还与天魔教有密切关联。便是他与天魔教阻挠我延康进军降龙城，这次更不知施展何等手段躲避师进混进来，实在居心叵测。哎呀，大虚啊！请陛下明鉴，下令拿下这贼子。诸位爱卿稍安勿躁。他如此坦诚，不像居心叵测之徒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朕的朝臣中有着各教各派的精英，若论出身，有半数是魔教、魔道。你是天魔教弟子？是。天魔教一向神出鬼没，而今教中弟子也进入太学院求学了，很好。天魔教也是朕治下的教派，也是朕的子民。小秦将军，你让朕拿下朕的子民，那朕还如何统治天魔教？陛下，太学士不仅是世子，更是我延康8品官职。他一个大虚器民，神之器民，朕未必弃；神可弃众生，朕不可。到了朕的国土，无论来历，都是朕的众生，哪里来的器民？这个延丰帝竟然处处向着圣教和大虚说话，是拉拢还是？可是陛下，最近屡有宗派作乱，以国师违背神谕进入大虚为由，攻劫我延康。臣只怕天魔教也蠢蠢欲动。哼！这些宗派总想搞件大事来吓朕，名义上是反国师，实则是反朕。
无非是想让朕的屁股挪一挪，做给他们的屁股坐。真是痴心妄想！从前国家是宗派的附庸，谁来做皇帝都由宗派做主。他们怕在国家身上吸血，怕在百姓身上吸血，哪个皇帝不由他们心意，便换掉、杀掉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宗派绝不能凌驾国家之上。朕与国师大兴治学之风，推动变革，就是要将宗派不该掌握的资源收归国有，改变宗派拿捏国家命脉的境况。朕不但要变革，还要革命，革这些宗派的命，革自己的命。这些宗派不想变革，那就等着朕去革他们的命。不但宗派要变，朝廷也要变。朝廷不变，迟早完蛋。国师的作为都是朕授意，反国师就是反朕。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朕失态了，都起来吧。陛下所言，振聋发聩。他躲避失境，进入我延康国境，亦是事实，理当严惩。父皇容禀。秦牧世子正是近日名动京城、救治百姓的花象神医。花象神医，朕听说过。诊病不分贵贱，施治不拘一格。秦牧世子果然是年轻有为，正是我延康用得上的人才呀。此等一举是否足以将功抵过，免去他的罪责呢？既是神医，那不但不该罚，反倒该赏才是。朕宣布，从今往后，秦牧世子便是朕亲自收的天子门生。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炎峰帝下令将小学士子的考核引挪到太学殿进行，凌云道人再也做不了守将。只是除了我和司云香，其余中选者依然出自名门世家，就像太学士子会于这太学院一样，财富、权柄、神通、法器，却多数会于宗派世家之手。寒门世子再努力，也难以突破所谓家学渊源的壁垒。长此以往，延康国被宗派世家把持，阶层固化，必会产生毒瘤蛀虫，国家必不长久。炎峰帝有变革之心，这边但他能扭转这种现状吗？祖师又为什么要我考入太学院呢？秦兄弟，秦兄弟，咱们以后就要住在世子居了。听说历年破格招收的小学士子都在这儿。弃民这种该当诛杀的贱民，既然住进了世子居，简直有辱门楣。
二位师弟，你们知道器民住哪儿吗？与器民为邻，我也羞愧得很。他就住在那儿。师兄们，随我来。走，我倒要看看这器民长什么样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对了，诸位师兄，太学院允许杀人吗？当然不行，律有常刑，杀人偿命。我们只是要教训了器民一顿。京城的规矩真多。七兄弟，不像我们大虚。大虚，你就是那个器民。正是。玄兄弟闯大祸了，这些师兄资历深，关系广，定会报复他的。横扫京城无敌手，脚踢800太学士，武耀无敌。器民，你竟敢偷袭我们！再敢提器民二字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这位师兄，我是国公府魏家的，与此事无关。今日这般，我一定会替你们保守秘密的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祖师，少教主，你终于来了。少教主一路走到延康，感觉如何？我走一路看一路。只见延康国有大兴之兆，道法神通，尽系百姓日用，日新月异。水下有行舟，空中有楼船，地上有飞轮车，炼丹术也被运用到核心驱动之中，造化神奇。武阳县雨涝排云，漓江县借水势引动冶炼机关，江陵郡以造化之术扩建江上新城，近乎神迹。待到京城，更是人文荟萃，民息物富。延康国虽然有所动乱，但是乱不了太久，之后便是无比强盛。听你的意思，认定宗派无法与国家为敌了。小学、大学和太学的设立，已经确定了延康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派。其他宗派都是这个宗派的小学、大学，不过为延康国提供士子而已。如何与国家相争？可如今天下大乱，国师一身受重创，延康国岌岌可危，随时可能国灭。祖师，你在诓我？延康国师如果真的受伤了，怎么会让芝然署这样毫无战力的官署押送药材呢？他肯定是在欲擒故纵吧？还有一重苦肉计，否则骗不了天下宗派。他回京之后，我见过他，伤势的确很重，据说是3个跟我同时代的老怪物一起出手将他重创。延康国师，这是将计就计啊！那些宗派怕是要吃亏了。少教主，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？人中雄杰，胸怀宽广，旷世之才。
天风帝口出狂言，要各宗派人康朝廷的，如此行为不只是不遵神谕，毒神之嫌呐！阁下有何大见？若他执意要对神谕不敬，对宗派不留情面，那正道、禅道和魔道三大魁首必然不会坐视不理。少教主，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？人中雄杰，胸怀宽广，旷世之才。当年他来向我问道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本想收他为弟子，却发现他的才学应有超过我的势头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那么，既然延康国凌驾天下宗派之上，国师又是旷世奇才，天圣教也是宗派。若国师要灭天下宗派，灭圣教，我教该如何自处？有2条路：一是变教为国，圣教要立国，则需远离延康，以免被吞并。但圣教360堂立足于市井百姓，离开了延康，只怕会破坏根基。第2条路呢？依附延康国。你做教主，便是想让圣教灭教？好大的胆子！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没有这个念头。有，头先放在你的脖子上，继续说下去。敢问祖师，太学院中寒门士子占几成？1成。延康国的官员有几成出自太学院？7成2。这便是太学院的弊端。200年后，天下官员都将出自太学院，而太学院中无一名寒门子弟。寒门越发贫苦，世家越发富贵，民怨必然爆发，那便是我教一统天下之时。滚滚大势，无人能敌，无人能挡。你要造反，陷圣教于不义，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，别闹。你用200年让圣教成为另一个延康国，再过200年呢，照样会有人推翻圣教。请祖师赐教。我也看不到200年之后的事情。啊？不过，我的想法与你有所不同。我想的是圣教教育，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。延康国师崛起时，我便看出了他的雄心壮志。他来向我问道，我就将这句话告诉了他。他现在做的就是这句话。祖师是想通过影响延康国师，来影响延康国，让延康国成为圣教。倘若延康国做到了圣人之道，延康国便是天圣教。祖师圣明，你已经是圣人了。我做不到圣人之道，延康国师也做不到。诚如你所说，200年后，权势都将被世家把持。我已经失败了，这个担子，往后交给你了。比起灭教，延康国师更想控制圣教，为他所用，对吗？不错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。你年纪小，修为低，他会觉得可以掌控你。倘若他未来能实现圣人之道，让他掌控你，掌控圣教也没有什么。
倘若他做不到，你取而代之。祖师，这是什么鱼？九龙之气聚集在这里，形成了这片湖水。这鱼吸收了龙气，因此叫做九龙鲫。这种鱼一身硬骨头，没有多少肉，只能用来煲汤，但煲出来的汤味道特别鲜美。祖师的意思是让我做一身硬骨头的九龙鲫？想多了吧？做人有什么不好？偏偏想做鱼。你想被人煲成汤，我就是嘴馋了，带你来喝鱼汤而已。你知道我为何要做太学院的大祭酒吗？我为的是博览天下所学，为的是见证一个新时代。可惜，只怕我无法看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看到。时代？那要怎么看？站的高度不同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。鸡雀低飞，只能看到方寸之地；雄鹰展翅，千里皆是猎场。少教主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便能看到200年，已经是个合格的教主了。你过关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我便会辞官，回圣教主持登基大典。我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圣教的教主。祖师，我知道圣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有能力杀死老教主的人，就能成为新教主。我目前是5要境，好像能杀我的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我在，无人敢动你。你需尽快磨砺自身，便无人杀得了你。祖师，你不是说还剩7年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只靠境界压制，必然是如履薄冰。身为圣师，如果能带领圣教走出一片新天地，赢得教内弟子万众归心，那么没人想要杀你，也没人敢动杀你的念头。而今，已不是凭借1-2门祖宗传下来的功法便可以叱咤风云的时代，切不可固步自封。你始终不会缺少竞争者。祖师，圣女求见。不见。圣教主在我心中已有人选，让他回去吧。登基大典尚未举行，圣女若比新教主优秀，难道不该优胜劣汰？公主，我都收拾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搬去太学院呀？不急，距离太学院开课还有2日。多谢。我先继续诊治。神医，救救他吧！他在战场上被头上长角的蛮子用镜子照了照，回来后便越来越瘦。将军不想让他留在军中等死，命我送他回京求医。晚了，人已经死了。他明明有气，还活着，只是身体还活着。他中的是蛮帝国的巫毒，毒性渗入魂魄，已经魂飞魄散了，我救不了。这方子叫做纯阳炼虫丹，再有人中巫毒，尽早服用可以救命。神医他恩大德，令我兄弟们无以为报。
们是庆门关的将士，庆门关正与蛮敌国打仗，你的药方可救百万将士性命。肥妻，放牛的，谢谢你。你的气色很好，怎么也来找我看病？是我家中有位长辈久病卧床，看了不知多少医师，就是不起作用，所以要我来请你走一趟。上轿吧。肥妻是严康的公主，她的长辈，该不会是……皇帝生病了吗？我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体魄很是强健啊。嘘，病的是我的祖母，当朝太后。你可知父皇为何赦免了你躲避世禁的罪过？就是盼着你能治好祖母啊。我若是治不好呢？连父皇也保不住你的脑袋。这还是个法子。祖母，我把花相神医请来了。秦牧参见太后。他小小年纪，怕是连医书都未读过几本，怎能给太后看病？万一是个骗子？萧太医也这么说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花相神医，太医们都是太学院的奸臣，未来是要教你医术的，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。天眼，看！太后这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此毒名为千机毒，是用1023种毒物炼成的奇毒。中此毒者，体内将同时存在1023种毒素，无论怎么开方，都只能解决一部分。而且，任何一种解药都会让毒性发生一种新的变化，治疗的次数越多，中毒越深。难怪每位太医诊治都断定是毒，可毒性却一直变化，药方也不停地变，但始终解不了毒，祖母反而病得越来越重。萧神医，你如何会知道这个千机毒？我听家里一位长辈说的。你的这位长辈现在何处？大虚。大虚。千机毒，此毒是玉面毒王所创，谁也不曾见过，所以吾儿姐，臣无能，臣该死。千机毒是玉面毒王的，可我分明在药师爷爷那儿见过。玉面毒王如今何在？据说毒王的弟子将他面具下的真容捅了出去，无数仇家杀上门来，他无法立足，只好割面而去，从此消失200年。不过，我倒是在大虚见过他一次。他们说的玉面毒王，不会真是药师爷爷吧？我从小到大，药师爷爷一直戴着面具，从未见过他面具下的真容。太医们无法可解，花相神医，你呢？千机毒是药师爷爷的毒，这毒会是他下的吗？不对，药师爷爷不曾出过大虚。
不可能下毒。我有办法解。不过，我需要知道太后中毒以来服用过哪些药，还需要1023位宫女，1023个木牌，1023只闭眼蟾蜍，一群不懂医术的宫女，一堆破木牌子，再加上些尸毒的蛤蟆，就能解千机毒。这小子卖弄什么花招，空洞玄虚。他要是解不了毒，便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看。恐怕我们也得给他陪葬。准。让宫女们按照图示列阵。放牛的要用他们来做什么？列阵。木牌一面为黑色，代表阴；一面为白色，代表阳。听我号令，第一列。阳，第2列阴，第3列阳，阴阳阳，第4列。我明白了，每位宫女代表着千机毒的一种毒物，而她的口令就是将祖母服过的药物，根据药性转化为阴阳符号输入，从而计算出千机毒在祖母体内的变化。用术数来推演药理，不可思议。第1列进入第3列，双阳相撞者，前位进阳，本位转阴。咦，他为何要不断变换位置？难道是想让所有毒物阴阳均衡吗？均衡谈何容易？除非他能找出藏在1023种气毒里，支撑其余1022种毒物运转的中枢大毒。阳气枯竭，生机不振，他要失败了。成功了！1022种毒物，阴阳相生相克，千机毒自解，将浩如烟海的变化化作简单的阴与阳，简直神乎其技。诸位太医，这方子如何？丹方奇美，壮丽如歌。老夫行医100年，却只流于表面。今日得见小神医，方知医术浩瀚无边。小太医能够死在小神医面前，死得其所，死得其所。
道不用丹炉吗？波动元气演化炉火，水火相济萃取药力，是失传了200年的龙虎香气手。没想到竟能见到这种传说中的手法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想学啊，我教你们。多谢小神医。他们怎么那么激动？药师爷爷说，炼丹最为关键的是精通药理，手法只是补充，算不上多么特殊。服下此丹，千机毒的毒素便会排出。待闭眼蟾蜍将其吞噬。小神医，谢谢你帮我解毒。你的炼药手法让我想起一个人，200年前毒杀各派高手的玉面毒王。太后见过玉面毒王？说起来，当年先帝死后，哀家曾见过他，与他有过几次幽会，为他倾倒过。谁能想到，青面獠牙、臭名昭著的玉面毒王与狼焰毒绝、风流满天下的玉面郎君竟是同一人，伤了不知多少女子的心呢。药师爷爷竟然还有一重身份。他早年收的弟子小毒王府元清突然捅破了他的真实身份。他被仇人追杀得走投无路，哀家告诉他，哀家可以保他。还有几个臭女人也想保他。太后爱慕药师爷爷，没想到清心寡欲的药师爷爷以前这么风流啊！哼，他们到底是没有争过哀家，哀家也没有争过他们，他还是走了。造化弄人，折磨了哀家几10年的千机毒，竟是出自情郎之手。太后觉得是他本人下的毒？哼，不会是他，是小毒王。
听闻小毒王投靠了国师，他向哀家下毒，自然是国师的授意。小虫儿说，太后的千机毒被一个少年接了，看来是我师尊新收的弟子到了。国师，要不要再下另一种奇毒？已经不用了。太后与我之间并无恩怨，她当年为了保她儿子的江山，才反对我变法，陛下对此也有迟疑，因此我让你下毒，并非为了毒杀他，只是想让他无法干预朝政，陛下方能全心全意变法。而今朝野上下多是支持变法的人，那些造反宗派也步入局中。我大事已成，太后阻止不了我。国师想要哀家死，想了很久了。大抵是哀家对他的某些做法看不过眼，他嫌哀家挡了他变法的路。太后何不去告御状？你以为皇帝不知情？他见如今变法大成，哀家无力回天，便让你来解毒，否则他怎会顺着秀儿的话赦免你？赦免器皿可是毒神的罪责。对千机毒如此了解的，只能是千机毒的创造者。你师父就是玉郎君吧？他在大虚过得怎么样？他很好。是他让你来救我的吗？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太后有些想多了。小神医受累，回去歇息吧。你需小心，你解了小毒王的毒，他定然盯上你了。小毒王，你讲究大事，我却讲究恩怨。你的伤好的差不多，继续采集星光调息即可。我要出去转转。师弟来了，做师兄的岂能不去见一见？你要小心，太后虽然不能奈我何，但是诛你还是可以的。太后聪慧，想必已经猜出你师弟的身份，她在等你上钩，将你诛杀。是你让我下毒，为何他不杀你，反倒杀我？我何其无辜！你忘了吗？太后与你师尊有些不清不楚，她是为自己报仇，更是为你师尊报仇。玉面毒王现居大虚，前不久有位大虚器民做了天子门生，应当就是你的师弟。哎呀，是了，今日所授课业是剑学。怎么回事？好强的剑气！这是给我们的下马威。剑未出鞘，剑气却锋芒逼人，这就是剑学兼成，剑三生。剑三生，原来是我教剑堂堂主。寒光殿乃剑学之殿，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剑学氛围。你们可知何谓寒光？圣人有三剑，一曰寒光，视之不可见，运之不知有，其所处也，
泯然无忌，今物而物不绝。不可见不可触，剑老师已经很厉害了，寒光境界岂不是更厉害？不错，剑运转到寒光的境界，便被称作以剑入道。被称作寒光剑神的，天下唯有一人。你们当以此境界为目标。请问如何才能达到寒光境界？我观你们方才应对我剑气的剑势，除了一人，其余皆不尽如人意，需要从基础剑势开始重新练习。基础剑势我们启蒙时就学过了，怎么还要练？不要小觑剑法基础，基础不牢的话，一切神妙剑法皆枉然。我以前遇到一个灵胎境的小孩，基础无比扎实，我以同等境界与他对决，却被他用木剑击败。我那时才知，剑法基础是何等重要。你个小孩这么厉害！太厉害了！是啊。现在运用你们所有力量，随我刺剑。秦牧，随我来偏殿。现在运用你们所有力量，随我刺剑。秦牧，随我来偏殿。难道启明的剑法比我们都强？竟然能蛊惑老师给他单独授剑？少教主认为我教的如何？剑堂，你的进步很大，不过你太关注剑，忽略了其他，还未做到合众为一。恳请少教主赐教。倘若他有老师刻意栽培，我们哪还有机会胜过他？趁他还没有长成大树，一定要赶走他。这次我们提前封闭听觉，不要被他的魔音挑拨，然后一起上，耗死他。这群人又来了。封闭听觉。冲！秦世子越发厉害了。你们不知道，这已经是他们第2次挨打了，上次更凄惨呢。对了，这件事你们可不要说是我说出去的。我们怎么输的？当然是被童子打输的。小心1次不够，还要第2次。第1次不能再让输你们。想要回云飞，拿钱来说。胡灵儿，千学剑圣还在等着我们，走吧。启明别得意，狮子居3大高手就要历练回来了，到时候大师兄会给我们做主。大师兄，狮子居不成文的规矩，5妖精谁最厉害，谁就能当狮子居大师兄。好强的杀气，就像是刚从战场饮血归来的战士。祖师与国师剑自天禄楼收录天下功法典籍，寻常士子可进入第1层，阅览书籍，私学穷理。上面怎么还刻着国名？
难道这些都是被严康降服的国家？这些书就是他们的国学？不错，一个书橱就是一个宗派，一个国家。第一层的书已经这么多，第二层呢？待秦学士突破至六合境，成为神通居士子，便可凭书牌进入2层。随我来。这笔法，是龙爷爷的画。国师搜罗天图国画圣之作，供太学士钻研书画造物之道，用以协助工部修缮营造。公子快看，星星被关到房间里了。国师采集星光融于此间，助太学士研制星斗旗变阵法，以其子演练兵部军阵，功法因时而变，因变而通。这第2层便是国师的思辨之策。那第3层又会有什么？第3层只对皇族和为官为将者开放，内藏各国史籍经传、各境天文地理、各州商贸奏报，是以居安思危。思学、思辨、思危，这座天禄楼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。胡灵儿，走，我们从第1层开始看书。秦兄弟就这样，咚咚咚，世子君被他打了个遍。哟，世子居的大才子们有今天呢。当初是谁说自己有真才实学，瞧不起咱们这些免试入学的皇子院士子？现在看来，也不过如此嘛。何人胆敢打你们？师兄，大师兄为我们做主啊！大师兄，世子居来了个大虚器民，带着狐狸打击我们，连打我们2次，还故意传的整个太学院都知道，让我们抬不起头。惨了，连打2次。我看是你们寻衅，输了不服又去报复，所以才被打了2次。那个器民师弟很了不得，方才与他相遇，我身上有刚从战场下来带有的杀气，还未走到他前方，便被他觉察。他的元气随步伐变化，将功法之道藏匿于行走，迫使我与他相互建立，事缓敌意。这便是江湖礼节中的契机锁定，于平和中暗藏争斗。上次得见，还是我随霸山老师游历时，偶遇天奇门门主。他们2人越走越近，最后停下，相互见礼，错身而过。我一直不明白为何，直至方才，你们不出去历练，只窝在世子居，看不出那种争斗，必败无疑。大师兄，那器民在门口写了一块牌匾，自称武耀无敌，显然是不把大师兄你们放在眼里啊！大师兄从战场历练归来，就是为了教训师弟师妹们吗？不好，又来了个高手。老奴，你说，
世子居是不是需要换一个新的大师姐呢？嗯？沈师兄，岳师妹降服的这个狼奴不弱，你更强了。你也是。平心静气，戒骄戒躁。不过来了个新师弟，沈师兄、岳师姐，你们怎么还要借此争大师兄的虚名？云轩师弟，你又不是禅师，整天装模作样的。这样看起来比较厉害。哼！漓江派被灭门后，那里的其他门派造反作乱，我随着大军前去平叛。这些日子，我颇有些心得，想请沈师兄和岳师姐指教。我杀气太重，恐怕出手便有死伤。这位新来的器民师弟非常凶悍，世子居的世子多数都被他打了。你们谁若是能够胜过他，这大师兄的位子，我拱手相让。一言为定，我去度化他，先过一下大师兄的瘾。事闹大了，我得通知七兄弟。公子，公子，那边墙上有幅画，和魔猿那儿的好像。是霸体三丹功，但似乎是六合境的新功图。我如今还在五曜境，没法使用。还好此前记下了真阳宫墙上的五曜境残图，倒是可以比对研习。一会儿再找监堂问问这壁画是谁画的，说不定他那里有五曜境全图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微胖，七兄弟不好了！世子居的三大高手，太学院无药境世子里最强的3个，刚刚历练回来，说要找你算账。哪3个人？五曜第一圣万云，被世子居尊称为大师兄。排行第2的是师姐岳青红，动起手来极为凶悍，最近还降服了一个狼奴。第3位缠绵失心的云轩，最爱逞强斗狠。师弟是在说我吗？器民，听说你野境难驯，我心怀慈悲，特来度化。亮兵器吧。云雀师兄，我刚在天禄楼学了不少东西，正好与你练练。龙啸伏魔印。终于遇到高手了。
停业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招法怎么会？都是好招式，可惜你没有学到家，华而不实，所以被我压制。连个领兵都没有，不过衣服还不错。我就等你来赎啦！亲兄弟，快跑！岳青红和沈万云就要赶来了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我不会输。云雀太没用了。听闻秦牧在大考中用过刀法、术法、拳法和剑法，精通数艺，而他与云雀对战，只出了拳法，都没用上全力。主人，我的魔刀是战场杀伐之刀，招无虚发，可以逼他使出全力。好，你以前是狼居胥国的刺客，久经沙场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你以前是狼居胥国的刺客，久经沙场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有人偷袭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在天禄楼看过，这是狼居胥国的图腾。书上说，那里的人都是青龙灵体的变种，龙狼灵体。想必他就是魏兄提到的狼奴。那他的主人岂不是藏在暗处？这小子推发诡异，似有神龙气运。我将全爷的偷天神掌烧作凶砍，一瞬间也爆发雷霆之势。胡灵儿，他的战斗经验丰富，而且用了兵器，所以我下手重，给他留点钱财之伤。消失了！不好，我暴露了。人宗咬一记，去影随心急。原来这就是天雷中记载的云中天人。他就在我背后。岳师妹要输了啊！哎，岳师姐呢？她也是个高手，
不过云宗却影重在身形，而不在脚步交错。他一味重视脚步，所以输了。秦兄弟，你又赢了。我从这3人身上学到很多，希望多来点高人，帮我开阔眼界。大师兄，你看出了什么？我在观察他的弱点。他的拳法、腿法都是1打1的，甚至还会剑法和术法，几乎没有弱点。但是他在与你们动手时催动功法，有一丝微不可察的破绽。他的破绽在哪儿？这不是蒋学的钟声，是备战警钟。不好，太学院有大事发生了。走，快点去看看！好一派超然于世的气度。万物化生，太极问道，是道门。道门，道门作为正道第1大派，历史悠长，底蕴深厚，素来隐居昆仑山，为何突然来我太学院？久闻太学院是天下第1学府，广揽天下才子。道门丹阳子携道子林轩前来问道。这是什么？看看。这是在堵门呢。除非有深仇大恨，不然谁会用堵门这种手段？打太学院的脸，打国师的脸，打我延康国的脸。肥妻，玉秀妹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可是太学院皇子院的世子，自然得来看看。道门是正道第1大派，这次现身非同小可。若是太学院无法逼退这2人，只怕他们离开之后，道门便会造反了。凭借道门的声望，他们是想攻心。京城外面有各派趁机作乱，还打着讨伐国师的旗号，但京城里面还算平静，民心向背，一目了然。要攻谁的心？国师的心，天下人的心。国师将天下绝学收归国有，但如果聚集诸多资源，教导出的世子仍不如道门弟子，那这变法还有何用？届时父皇如果不诛国师，便会失德，失去人心，天下宗派悉数造反。这不只是攻心，而是诛心啊！诛人心向背之心。丹阳子，这是何意？道兄，天下大事滚滚如潮，久闻太学院聚集天下道法神通，国师要用太学院来取代天下宗派，道主便派我来看看太学院是否有这个资格。道门一向超然，
如今也坐不住了吗？我道门不求振兴本教，只求天下宗派不会成为延康国的附庸。3日内，太学士子皆可前来挑战。若道子落败，则我道门再无脸面反对国师。若3日内没有人打败道子呢？那就证明国师的变法无用。若皇帝和国师坚持违抗神谕，为天下换一位新主，也未尝不可。我明白了。太学士子听得号令，3日为期，无论修为高低，皆可下山挑战道门道子。太学院输了，道门便要天下换主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啊？大师兄，我们世子居不如身先士卒，替太学院争得这个脸面。我倒要看看道子实力几何。道门凌轩，6合境界，自封6合神藏。他出招了吗？只打个照面的功夫，就连绊我世子军数10人。看不出他的剑招的，最好还是不要上场。二皇子殿下，二哥，二皇子殿下，二哥，道子哪来的剑？道门以道剑闻名于世，道子臂间的那柄拂尘，便是他的剑。对付世子居的5要境世子，一根沉丝足矣。接下来，去前线历练的神通居高手，也该回来了。青龙军镇威校尉昆子羽，敢请道子赐教。道子既是6合境，我便自封7星神宠。神通居的昆子羽，他也从边关回来了。镇威校尉是6品，看来他在边关搏杀，立功晋升了。青龙军，延康国这是在以练代学，培养官员呢。等太学士子离开太学院，便可直接授予实职，派到地方上或军中为官。道门道子，今日我以国师所传4项战阵其中剑招，向你讨教一样。昆师兄，我俗名凌轩，请。破开百魔图的4项战阵。哼，这下我们赢定了。阴阳道眼。你的剑仍有破绽。
国师所创剑法果然高明，可惜你不是他。即便身处乱剑之中，仍能一眼看破昆子玉的破绽。好一个道门道子！放牛的，你能胜过道子吗？丹阳子师说，我看到一个厉害人物，他的眼睛比寻常人多出2层眼瞳，似能看破我的虚实。心如止水，不为外动。延康国师号称神下第1人，他设立的太学院中自然有些厉害人物。倘若是山门前交锋，他封印了6合神藏，我与他的胜负在5-5之间。吹牛！你与他在5-5之间，岂不是说你比七星境的昆子羽要厉害？倘若不是正大光明的交锋呢？你的胜算又有多少？生死搏杀，不择手段，他没有半分胜算。其实我很强的。哼，5-5之间，你怎么还不上去？我为何要上？我只在寒光殿听了1堂课，没有学到太学院的本事。就算打赢了，又证明不了太学院的厉害。我是大虚器皿，你们原本就想赶我走，怎么现在又要我替太学院出头？太学院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匹敌凌轩道子的天才？二哥，你做什么？七妹，于延康，我乃5品游骑将军；于太学院，我亦代表了皇子院。我必须赢下这场，好叫天下知晓，我们凌家是打出来的皇帝，不是靠文武百官捧出来的皇帝。延康国2皇子，皇子院世子林御书，请道子赐教。九龙帝皇功。五龙脚杀！你们皇室的功法很厉害。那是自然，我二哥可是在战场上实打实赢来的5品官职。貔貅妹子，你二哥要败了。道门先天太玄功，果然玄妙。是我输了。2皇子身上聚集了延康最为上等的资源，仍敌不过道子。剑法、瞳法、元气、法术，道子没有任何破绽，怎样才能赢过他？你们天禄楼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多年都破解不了道门功法吗？那也比你们天音阁、化圣阁强。正事不做，天天叫世子奏乐弄墨。爸，师
世子，神童巨世子皆被道子击败。都怪你们这帮老古董，道法神通跟不上时代，好好的苗子都被你们祸害了。都是你们这些武宣奸臣无能，教不出好世子。老东西，分明是你们连太后都治不好，还得靠毛头小子去治。都消消气，当务之急是解决道子。太医殿的人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怎么不见你们派世子出战？每年打着炼丹的名义领那么多俸禄，也不见你们栽培出什么厉害角色。二皇子也输了。调息吧，短时间内没人敢再来了。师叔，太学院非常可怕，这些太学士子每一个都算同境界中1等1的强者，而这样的强者在太学院中比比皆是。强盛如我道门，也只能倾力培养出个别如你一般出类拔萃的弟子。假以时日，这些太学士子成长起来，没有哪个教派能够与之抗衡。所以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摧毁他们的信念。启禀大祭酒，小半日过去，无人再上前挑战。看来太学士子已经被道子打消了一身的锐气。不如尽快上报国师，让国师弟子前来，说不定可以击败道子。胡闹！是祭酒，国师弟子是国师按照旧俗独自栽培出来的，跟那些宗派没有区别。打败了道子又如何？只能证明太学院无能。此事传扬出去，道门必定造反。道门反叛，天下正道皆反。你是祭酒，那你说该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怎么做也比你带着弟子天天窝在青阳殿念经修禅强。你要是把天禄楼那些道法神通念个遍，说不定早就研究出克制先天太玄功的方法了呢。请国师来吧。国师很久没有在我们太学院开讲了吧？你是说让国师前来传授剑法神通，然后让太学士子击败道门道子？3天，只有3天，老爷子，国师3天能够教出一位战胜道门道子的天才，哼，你信吗？信。霸山，你不要小觑了国师的能耐，他毕竟是神下第一人。你见过我的伤口，现在将伤口弄出来。国师怀疑太学院里有反贼，何不多带一些高手，这样才显得没有信心。太学院这么大，自然会有几个反贼隐藏其中。不过这里是京城，谁敢在这里杀我？瞒过反贼耳目而已。你也随我同去，见见你那位师弟。
200年前，延康国师横扫天下，可200年过去，无论是国师自己还是太学院，始终教不出第2个国师。变法自太学院而生，也将自太学院而衰。大祭酒盛情难却，我开坛讲剑，只讲2日，不谈其他。不是3日吗？堵门3日，现已过了半日。若是讲学也要3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国师，请。奇怪，国师面上有些潮红，比起病态，倒更像是涂了婆婆常买的那种胭脂。身上还有股若隐若现的血腥气。这么久了，伤还没有好吗？还是说他在装病？何谓剑？有人说剑有万千招式，也有人说剑只有14招。谬论也！剑若是被固定，那就不再是道。如果不止14招，那么天下所有剑法都将出现新的可能性，必须重写重造，否则就会破绽百出。难道延康国师？我在14招剑式的基础上，开辟出3招新剑式，创造大6合剑法。这2日，我便教你们这3招新的基础剑式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你们忘记剑的形态。剑可以是生，可以是光，可以是元气，可以是眼神，可以长，可以短，可以柔软，也可以坚硬，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攻击。你们能够忘记剑的形态，便可以学习我的剑式了。第15式。剑气无垠，绕剑式。以往的剑式都是线形出击，绕剑式却是面形，以天、地、4方为界，这就是大6合剑法。好奇妙的想法，难怪是神下第1人。诸位世子，你们可以元气化剑，施展一遍了。施展，我连看都没看清，更别提学会了。算了，先把国师的话记下来再说。放牛的，你学会了吗？他们的元气丝都很纤细，化成的剑气也细如发丝。可我的元气丝，不行，这样粗的剑气太不灵活了，不方便施展。或许我可以试着用绕剑式，将我的元气丝分解。这小子鼓捣一根棒子做什么？七名元气深厚，悟性却一般般。
终于成了，我终于练成了元气司，我终于练成了元气司！他练成了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这就是我那位小师弟呀。炼气成丝，是控剑术的基础。那混小子连元气司都没有练成，是怎么进太学院的？啊！贿赂哪位考官进来了？霸山祭酒刚从前线归来，有所不知，他名叫秦牧，是个大虚器皿。他打赢凌云道人后，被陛下钦点为天子门生。凌云，你放水了！皇帝也受贿了，真是个大嘴巴。师尊也忒无能了些，竟然寻了个呆头鹅，一看就很好欺负。剑藏于气，剑气交绕，有点意思。现在，我来传授你们第16式：剑无常形，游剑式。剑在空中飞行不受限制，剑的形态也不受限制，因此。剑可以游，如蛇游，如鱼游，如龙游，如凤凰翱空，如天神倒空。何必拘泥于前人的基础剑识？这样的思路，不只可以改变剑法，更能改变天下所有的作战方式。这就是祖师说的新时代吗？太学院，我真是来对了。丹阳子师说，山上讲学的人是延康国师吧？我只隐约听到他1-2句话，便大为受益。或许他治学变法，是真想推动神通道法发展。我们又何必堵门？听其言，还要观其行。延康国师天纵奇才，早年他向道主求学时。道主也期许他会成为500年一出的圣人，只是倘若他没有成为圣人，反倒作恶呢？作恶？他狼子野心，要灭天下宗派，这是其一；其二便是，他竟然推行天魔教的教义，假圣人之名，行魔道之事，实乃我正道大敌。正邪不两立，他与魔道为伍，越有才华，威胁越大。他开设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确有益处，但也有弊端。你身为道子，自幼受道主教导，倾道门之力栽培，方有如今造诣。那些学院的奸臣，能有道主的本事吗？能教出道子这样的人物吗？他们的士子大部分毕生庸庸碌碌，只知道学和用而已，无所作为。我与士子们交手时也发现了，看上去人人皆是高手，但招式却如出一辙，就像月饼一样，是一个模子烙出来的。神通道法是天才推动的，延康国师看似让更多人得到修炼的机会，实则断了天才之路。宗派有宗派存在的道理，他若意识不到这一点，我道门誓死与他为敌。
第17式：剑无尽处，钻剑式。剑尖飞速旋转，单剑可破一切金刚身等防御法门，多剑齐发，则无坚不摧。放牛的在梦游。沈师兄勤修苦练，值得学习。器皿连睡梦中也不忘修炼，值得我学习。我给这些世子留下半日的休息时间，之后的事情便有劳大祭酒来处理了。国师慧眼如炬，这次可曾发现什么人才？可我见识者1、2人而已，大祭酒应该看得出来。对了，你真的要辞官而去？命不久矣，不必再贪恋权势了。你何时贪恋过权势？你想要做官的话，这国师的位子我都可以让给你，只是你不乐意罢了。你是我半个师傅，你若是走了，我的道友又少一人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出生入席，死则散席。羽化登仙之时，你我也该分别了。天上真有仙吗？倘若你成为天上的仙，看着你我缔造的这个时代，那该多好！祖师，国师讲学，你有何感想？国师的基础和我一样扎实，但他想人不敢想，做人不敢做。我跟着村长爷爷学剑，以为已经尽得剑法奥妙，没想到还有许多未曾学到的地方。学无止境是错的，唯有创无止境。一直学始终是学生，但是只要创造一招，便是宗师。我请国师来，为的就是给你传道讲法，还不下去？祖师一声令下，弟子敢不从命？哼，臭小子嘴上说的好听，人家堵门这么久，也不见你动弹。不给你好处，你能这么爽快？延康国师此行，想必就是为了栽培此人。到此，去吧，敌视延康国师，但不可敌视他的神通道法，以免局限了眼界。太学院秦牧见过林轩到此，我武耀境界。道门林轩见过秦牧世子，我六合境界，自封六合深藏。用兵器吗？这剑器似乎是1品大员的佩剑，不用兵刃，只用元气。既然师叔这么说，那便不用兵器。秦世子，请。请。
这是行。以自己的力量，再加上我的，这次还能化解吗？这便是延康国师所创的新剑式绕，真是变幻莫测。道子要胜过他，唯有动用镇教剑法了。道子毕竟是道子，即便将修为压至五要境，仍能以自身造诣催动神通。我道门镇教剑法《道剑14篇》，一剑一篇，以浩然剑意，握运周天。啊！一点穿连好动，2仪内反复阴阳。他的每根元气丝，每个交织点，似乎都在沿着某种轨迹逆行，能随时逆转阴阳。圆，谁都能画出来，但切分2仪的那条曲线，却需要无比复杂的运算。道子的术数造诣很是惊人。村长爷爷传授给我的剑法，神意可杀，神克伐鱼。约可，这是伐神的剑法。心中无神，方可成神；心中有了神，便再也无法成神，更遑论伐神。他竟也有了这般心境。此日楼台顶脉，他时剑驴山河。道子，天世子剑法高超，不过我已根据剑气轨迹观测出你体内的破绽所在。左肩就是你的致命弱点。亏他妈哈挖呀！过度关注我左肩的破绽，才是你真正的背叛。凌轩道子，承让。
道子快服药疗伤。师叔，稍等片刻。多谢秦世子赐教，剑差一寸，徒有洞察之眼，却无破法之力，是我输了。道子走了，道门的人都走了，这场论道，太学院胜了。是吗？道门真的被打跑了。真的吗？是哪位英雄出的手？实乃我辈楷模。太学院英才济济，不枉我们苦心栽培，不枉国师和大祭酒多年之心血呀！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！击败道子的人是在国师讲学后出现的，与你我有什么关系？霸山说的不错，教出千里挑一、万里挑一的人才容易，但要教出天才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疼！百毒金参已挡住了剑气的锋利，却化解不了剑气的冲击力。左军的骨头还是受伤了。道门的人真小气，伤药都不给我一份，连祖师也不管自家少教主的。你是活的？这么快就愈合了？这是龙血还是麒麟血？好药材啊！龙兄，麒麟兄，算了。龙麒麟师兄喜欢吃酸性吗？那黄梅呢？还是柠檬吧，也特别酸。山上有一头大青牛，我看上它很久了，你能把它弄来吗？看来只有弄来牛，才能骗来宝弦了。师兄放心，我自小放牛，还奈何不得一头牛吗？道门那帮人只认死理，不打得他们心服口服，是不会轻易离开的。看来太学院出了位了不得的人物啊！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若是只靠几个天才来支撑门户，太学院便与其他宗派无异。国师有何良策？变太学院之法，用一个天才换一代天才。道有此行，可满3日。未满。太学院有如此能耐，却为奸人所驱使，造诸恶业。产子渡他们一程吧。这么厉害啊！到底是谁打败了道子？这可是件天大的好事，怎么没一个人承认？莫非是大师兄所为？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我2天不眠不休，一身实力施展不出8成，如何能击败道子？该不会是秦世子吧？
秦世子身怀绝技，无论战技还是法术、剑法，都很不弱。怎么可能？那器民大呼小叫，说他才刚刚练成元气司，他当着所有世子的面出了大丑，我们心中也很是爽快。只觉被他打的地方也舒服了。也舒服了。难道是皇子院的几位皇帝皇妹暗中出手？他们往日故作怯弱之态，实则隐而不发。二哥，放牛的不见了，肯定是他。那器民本事不坏，而且有神医之名，还救了祖母。但他毕竟是个大虚器皿，七妹不宜轻信。若是实在心上，赐他入宫做个内侍监便是，不可乱了尊卑。不好，又有2个人在山门前坐下了，好像是大灵宗的禅师，还有禅宗禅子。也不知道那牛是怎么得罪了龙麒麟，非吃不可。公子，钟声又响了，又有人来堵门吗？糟糕，臣子修的是苦行之道，通过磨砺肉身来淬理禅心，凝成新如来。战斗的越久，新如来之相越是完美。大师兄要关长到什么时候？还不出手吗？对，何人特亏洒家？这烈坏小肯定不是好人。牛兄，谁敢蹑兄蹑弟？遭打！这人怎么比星期二还凶啊？公子一向神武，到了太学院打这个打那个，怎么如今被一头牛打了？老爷，硬欺负俺小妞妞了！大概要特老爷财院这个里的财被妞妞给打个跑了！谁敢偷我的东西？胆子倒是不小。不知道，是块愣头愣脑的傻小子，还带着一块狐狸。原来是那个从大徐来的混小子，连我的小妞妞都敢招惹。开偷我的菜，很狂很嚣张啊！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多谢祖师相救。祖师啊，刚才那招隔空取物，嘿嘿，就是大禹天魔经的五鬼搬运术吧？教教我吧。山下来了一个禅师和一个禅子，
我知道，他们是大雷音宗的，那个禅师我以前见过，叫做净明还是什么的，总喊马爷师弟。至于那个禅子，就没见过了。他的名号倒是和道子挺像。道门以数学著称，术数造诣最深的弟子被尊为道子，禅宗则是心学慧根最为深厚、禅心最为澄澈的弟子被奉为禅子。这位禅子在读我们太学院的山门。祖师，咱们太学院是不是很弱啊？怎么天天被人堵门？我才刚入学，便被人砸了2次场子。哼，放在我们大虚，早就抄家伙打翻他们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禅子来了，你为何不去？我去过了，看完热闹才回来的。老爷子，喝茶，喝茶。其他世子都迎战禅子，你为何不去？我打过道子了，还受了伤，手还被刺了个窟窿。祖师，你看，诶，伤疤呢？反正我左肩也受伤了，很严重的内伤。唉，我要养伤，谁爱打自己打去。大师兄终于出手了！太学院沈万云拜会禅子，我乃五曜境界。大雷音宗福星，自封6合神藏。沈施主，请。尊剑系。你的元气运行到左肩处便会迟滞，是功法不全所致。这是我一直修炼的霸体3丹功。祖师见过这样的行功图吗？连我都不知道这功法的名字，谁告诉你的？村长爷爷说的。霸体3丹功，这老家伙到底还是比我高明一分。我是在一处遗迹里见到这种残图，就将它画在了天禄楼中。原来那幅6合镜行功图是祖师画的。祖师还见过别的吗？我这图少了左肩部分。我只能依我的理解暂时补全，肯定有所偏差。等你登基成为圣教主，领悟大御天魔经的大一统功法，或能彻底弥补破绽。难怪我一直觉得学的越多，越难发挥威力，原来是少了这样一个关键。大御天魔经中的内容都可以传出去，唯独大一统功法由圣教主代代相传，只有圣教主能修炼。登基大典上，厉天行会传给你。厉天行？他不是被婆婆杀死了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圣教交给你之后，我要四处走走。这世界有许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，执法长老会同我一起。等我死了，他也好帮我收尸。圣教不留尸身，人死如灯灭，只留一把灰。那时，执法长老会把我的骨灰带回圣教。祖师，茶凉了。没这么快凉。本我金刚身。此人本事不错，算是太学院1等1的高手。
与产子交锋10多次才落败，连大师兄都输了。少教主，能给你的功法都给了，国师也请过了，你还不去挑战产子，是想让我请谁呢？皇帝吗？神之器民，朕未必弃；神可弃众生，朕不可。皇帝也是延康国1等1的大人物，他能来讲学吗？死了这条心，临阵磨枪1次也就罢了，还想有2次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祖师，既然3大教已经到了2个，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？我身为少教主，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，壮我教威。臭小子，你以为除了你，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产子吗？听闻产子名为福星，是因为有着一颗琉璃般的禅心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云香不才，便想做那尘埃，招惹产子一番。祖师，既然3大教已经到了2个，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？我身为少教主，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，壮我教威。臭小子，你以为除了你，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产子吗？传我灭毒印！好的不学，学人家堵门。总是被别人堵门不是办法，咱们何不去堵别人的门？你出力吗？皇帝来开讲吗？滚滚滚！这个混小子，力气不愿出，鬼点子倒不少。祖师不是很开心吗？这小子喜欢逗我开心，不愧是那几个老家伙教出来的。是啊，不如去堵别人的门。他们不是想造反吗？先把他们的脸打掉，让他们没脸造反。苦海无边，孽因业果，罪过。祖师，还有2个月，你便要退了。这件事只能让别人去做了。还有少教主，我离开之后，还有谁能看顾他呢？公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那头牛打是打不过，但药师爷也说过，打不过就下毒。我们真的还要招惹那头牛吗？它好凶，还会告状。要想得到龙麒麟的宝仙，我必须去。有了这等瞬间去腐生机的疗伤奇宝，或许有朝一日，我就能帮助爷爷们接续残肢。走，去太医殿。公子，这副药真能药倒那头牛吗？当然，这叫失迷香，
是一种麻药，药师爷爷曾经用它放倒了一头蛟龙呢。不过我们得先找人借一口特殊的丹炉。小神医，果然是你！你要炼药？尤太医，哦不，是尤老师。我想借蜜蜂炉一用。小神医折煞我了。这便是蜜蜂炉，一体成型，不留封口。小神医炼药，是否许人观摩？蛇眉2钱，天竺子1两6钱，夹竹桃4钱。连点13剂，萃取玉石深处的药性。小神医的手法真是出神入化呀！大家退后些。走。上。要练好了。诸位老师，我先走了。都记下了吗？不过刚才他让我们退后，我没看清他收药的手法。收药手法向来无甚影响，小神医炼的药肯定非比寻常。切！没事，可能是刚刚太紧张了，炼制失迷香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肯定是那几个老头盯得太紧，公子才紧张的。这些老师可真奇怪，不停问我手法还有丹方的问题。明明药理才是最关键的。罢了，我们去拿下那头牛。他好像就是这样。练不成也没关系，开炉吧。好香啊，果然是神药。不对呀，他炼的药好像不是雾状的。这是怎么了？来人呐！快，高高，快！我的腿呢？我的眼睛我看不见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又有其他宗派的敌人来袭？快，去通知霸山祭酒他们，其余人随我进去救人。好厉害的毒！是谁下此毒手？连法庆禅师也被毒倒了。待我先吹散这毒气。不要吹！
声怎么又响了？不知道，我们先去找龙麒麟交差，正好看看什么情况。没发现敌人，这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整个太学院能不被毒翻的，恐怕只有天人境以上的寥寥1-20人。我太学院是当今第一学府，如今却要灭门了吗？幸好有大祭酒在，但他们却……他们又没有死，你哭什么？这毒气似是毒王的手笔，我知道是谁干的好事了。我的小牛牛！小子，放倒我的坐骑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墙角站着，谁下的毒？那头牛是我麻翻的，这些人不是，但这不是毒，只是麻药。过会儿他们就会苏醒了。你才来太学院几天，便折腾个天翻地覆，世子居的世子快被你打遍了，房子也快被你拆干净了，当着皇帝的面打翻凌云，现在又麻烦霸山祭酒的坐骑，麻烦太医殿，我这太学院几乎所有人都被你麻翻了。你下一步准备放倒京城所有人吗？麻翻全京城，那得多大的丹炉才能炼出这么多尸迷香？我是说，麻烦这些人的尸迷香真不是我炼的。大雷音宗的人走了，也就是说，产子被打退了。难道是击败道子的那个世子又出手了？齐世子，是你击败了产子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一直在被大祭酒驯化。我之前闻到一股香味，便晕了过去，醒来就听说有人打赢了产子。我见秦世子神采奕奕，还以为是你赶走了产子呢。不对，中了尸迷香的人会虚弱无力，而他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他为何要撒谎？莫非打败产子的是他？那他又为何要问我？该不会是想向我炫耀吧？司世子受累，早些歇息吧。难道祖师说的就是他？他也是圣教的人吗？这么说来，他也姓司，也喜欢炫耀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在效仿小神医炼药吗？药呢？原来是你们这帮老家伙捣的鬼！什么神药？那是麻药！你炼麻药是要做甚？专门去麻烦霸山的坐骑？我跟他闹着玩呢，他不让我偷园子里的菜。那你为何不去偷菜，反倒绑走我的牛？难不成我的牛就是你的菜？霸山，你说要怎么处置秦世子，才能让他安分一些呢？大祭酒的意思是，你若是杀了他，我就杀了你。你大概不清楚，治好太后的花象神医就是他，此外他还是毒王的弟子。既然我的牛没事，那我也不追究了啊！我就快卸任，不能再捅出篓子了。安分些可好？可我还想要龙麒麟的。悠悠，别躲了，出来吧。打败道子的是木儿，打败产子的是香丫头。这次击退道门和禅宗，靠的全是圣教之力。太学院可真是一败涂地呀！祖师辞官是对的，还是早点回山，让木儿登基。既然如此挂念少教主，为何不去见他？有祖师在，
我可不担心他的安危，远远看一眼就够了。难道不是因为心魔发作？悠悠，我主持登基大典，届时厉天行必须现身。我知道了。新的大祭酒即将上任，太学院也需有新的变化了。道门大雷音宗皆已败退，三大教派唯余天魔教按兵不动。或许他们已经出手了。难道暗中帮太学院击退道子、产子的是天魔教之人？天魔教、严康，一个是伪装成教派的国家，一个是伪装成国家的教派。如果联合起来，正好可将其余两教推入我手。道门大雷音宗接连堵我山门，想必诸位也清楚世子与道子、产子的差距。人才与天才，天堑之别。论栽培人才，太学院远胜宗派，但论到天才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要因材施教，让天才和笨蛋一起学。等笨蛋学会之后，天才方能学习其他神通，这就耽误了修炼。你在世子居挑选了一个苗子，独自教导了几年，他如今怎么样？婉云还算争气，在世子居做了几年大师兄，可见单独栽培要胜过集体授课。这些年被太学院耽搁的天才不在少数，我就要卸任了。巴山，培养天才的难题只能交给你。我与国师商议，于太学院中选拔博学多才之士，授予太学博士，交由你专门授课。但你从博士身上寻到教导天才的窍门，便可推广至小学、大学。届时天才辈出，太学院将全面超越各大宗派。那老爷子选的太学博士是谁？这位太学博士与你还有些渊源。啊？老爷子心可真大，居然压注在一个大虚人身上。大虚来的家伙，能同我有什么渊源？华山祭酒，你找我？哼，字儿倒是比华生阁那帮人写得好。唉，大祭酒把你交给了我，以后我和你住在一起，免得你又四处闯祸。你还记仇？你打了我，我只是迷晕了你。你见过像我这样的好人吗？你是对好人有什么误解吗？狐狸姐姐，小的是来给云雀少爷赎衣裳的，您看。嚯，好多钱，都是你勒索来的。怎么能叫勒索？公子打败了那些世子，我们这是凭本事大赚了一笔。我怕我收钱会手软，打出感情不好再动手。下次不许拿他们的东西了，等钱花光之后再拿，细水方能长流。这小子挺混蛋的，教他的师傅应该也是个混蛋。牛牛，咱有钱了，去买几坛好酒。酒，妞妞我也去。老爷子看上这混小子哪儿了？赶走道子、产子的是不是你？道子输了我半招，产子没有交手过。你不是刚练成元气司吗？那你之前是怎么击败凌云的？一剑刺出去，他就败了。什么叫一次就败了？我自封神藏，你刺我试试。就是这样一次。我还以为凌云受贿了，难怪，换作是我，没有防备之下也挡不住。不过你左肩的功法好像出了问题，再多练几招让我瞧瞧。剑法不错，你师傅是谁？挺厉害呀。我的师傅也很厉害，前几日我好像看到我师傅了。没想到吧，我也有师傅，是战技流派的。
我本以为师父死了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他老人家的下半身不见了，却跑得飞快，我用尽全力也没能追上。没有半身的战技高手，难道是屠爷爷？然后我遇到一个瞎子，他把我揍了一顿，问我为何跟踪他，特不讲理，还非要逼我对诗。爱对诗的瞎子，该不会是瞎爷爷吧？他和屠爷爷什么时候离开大虚了？就这么一会儿，我就连师傅的影子也找不到了。他一下子就没了踪影，我翻遍整个京城都找不到他。那个瞎子后来去哪儿了？你小子怎么停下来了？接着练！剃刀出进来，策马轰如雷。只身赴皇宫，手挽君王桃，黄金错刀白玉装，夜穿窗飞出光芒，上负50无畏力，一刀独立，误八荒，风雨如晦，一数一线间。师兄，师弟，原来师兄也是屠爷爷的弟子，也会杀猪刀法。什么杀猪？这叫天刀八法，是以师父名讳命名的刀法。屠爷爷的名字叫天刀，世人都称他为天刀。师父说他有个仇家，知人姓名就能用无法害人。所以他很少将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，能逼得屠爷爷隐姓埋名，这个大巫该有多厉害？大虚凶险莫测，他老人家又没了下半身。师父这些年过得如何？可有遇到什么危险？生活可有困难？一切都好，屠爷爷可厉害了，双手疾爬如飞。你随毒王学过医术，如果我找回师父的下半身，你能否接回去？能。等我用青牛骗来龙麒麟的宝弦，就能用它重连断肉，重接断筋，重塑断骨。他帮助牛牛，原来是为了师父。师兄，屠爷爷的下半身在哪儿？200多年前，师父杀上天穹后，与诸神交战，身体在空中一分为二。屠爷爷的身体是被神斩断的，下半身好像坠落到塞外，被一个宗派的弟子抢了去。待我查出那人下落，我们就去把师父的下半身夺回来。好，不过大祭酒刚叫我安分点儿，我就这么跑出去。那师弟，今时不同往日了。啊！圣旨到！圣上谕旨，太学士子秦牧天资颖逸，抢学不怠，今量才着用，敕封太学博士，官居正6品，可登天禄楼3层，不受太学院管制。钦此。秦兄弟太厉害了。皇帝钦点所系甚重，博士是世子中最为博学的天才，也是身负名利求索之职的朝廷命官，更是太学院超越各大宗派的关键。你便是我太学院第一个太学博士，秦博士。秦博士往后只需去华圣阁
军机楼、镇元殿、天音阁学习书画、兵法、阵法、音律，其他的跟我学，我会因材施教。可这样单独教导，不将所学之奥秘传授给天下百姓，又与宗派有什么区别？所以大祭酒让我来探索博士治学之道，一旦确立，便可以推广开来，培养出一代天才，一代博士。凭何是那器民做太学博士？凭他有资质。你们若不服，可以与他较量，展现你们的资质，一样能成为太学博士。秦博士，快把你左肩的破绽修补好，别被其他世子越过去了。启民，你破绽已出，这次定要叫你从巷尾输到巷头。这位师兄叫什么名字？我输了之后，也好知道是输在谁的手里。你来自蛮荒之地，倒也懂些礼节。听好了，我姓叶，名清河。小哥，动静小点儿，不要让我们天天修。辛苦几位。破坏小点儿。你不去打？你的剑法里藏着真龙剑意，我还想借鉴用江龙宫那条诱龙的剑术。你知道那条龙？小何宗师气，宗师个屁！狼奴和我联手就是无敌！器民的破绽，知道又如何？你倒行逆施，我要替天行道。这太狠了，我不敢说的。魏兄，师兄弟间切磋是常有的事，更何况咱们是过命的交情，不如你我点到即止。来了！我好像领悟到国师的三招剑术。放牛的太厉害了，整个世子居无一人是他对手。他再厉害，也是个大虚器皿，而非我严康子弟。七妹，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，免得被人诟病，说你失了皇室的分寸。器皿又如何？英雄不问出处。他是父皇亲收的天子门生，太学院的第一位太学博士，我看好他。秦兄弟，为何大家明知你有破绽，却无法伤到你？知道破绽是一回事，能破解是另一回事。说是同境界交锋，能击中我破绽的，
整个太学院加上大祭酒，也就2、3人。你不是他的对手。高出一线是高出一根头发丝儿，而他的本事比你高出一筹，就是比你高出一根筷子。他才是我世子居的大师兄。秦家的秦玉、小胖子、岳青红、云雀，再加上万云，都可以做下一代太学博士的备选。原来师兄故意揭露我的破绽，就是要借机观察他们的实力。师兄，秦博士和我师出同门，是我师弟，你是我徒弟，以后要叫他师叔。原来沈师兄是师兄的弟子，难怪这么强。你叫什么师兄？乱了辈分，叫师侄。沈师侄。沈师侄不习惯，就先消化消化，以后再叫。